我一个为他捐肾的痴情种，却被他当众羞辱成薄情郎，就连他获奖感言中都骂我是负心汉，甚至庆功宴上甩钱让我唱歌。然而我却默默承受一切，只因他不知道，5年前他急性肾病倒下，是我瞒着他将自己的左肾捐给了他。颁奖结束后，我呆坐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边夕阳。2小时后，病房门被推开。苏先生您好，我是安设计师的助理小王。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，他将手机递给了我，手机屏幕上的安总让我意识到是安心月的电话。我颤抖着接过电话，安心月在电话那头语气冰冷：今天得奖提到你了，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淡淡的了一声，回了句不后悔。安心月有些诧异的怔了几秒，而后语气又恢复了平静。明天我要办庆功宴，可以给你一个机会驻唱。不用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立马回绝。安心月嗤笑2声，给你这个机会是看在我们过去的面子上，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出现在我的庆功宴上？你再考虑考虑吧。没等我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助理面露嫌弃的将一张银行卡和2份合同递给我，要知道这可是安总给你的机会，不然就凭你这个破酒吧驻唱还不够格出现在安总面前。给你1天时间，好好考虑清楚。助理见我低着头没有回应，直接将合同塞进我的手里便离开了。合同里夹着一个1万元的信封，我知道那是安心月给我的见面礼。毕业之后，安心月和我约定一起攒钱付大平层的首付。我从小就在音乐方面就展现出极高的天赋，毕业后进入传媒公司，收入都不理想，误打误撞成为了一名酒吧的驻唱。本是为了糊口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我休息时创作的一首 demo 发在网上，被制作人看中，签了合约，兼职成了一名作曲家。后来那首歌荣登了1周云音乐榜首，来酒吧看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常常座无虚席。短短3年，我积攒了不少粉丝。我坐在床边花了15分钟，简短看完了合同。安心月的一场庆功宴驻唱，给出的薪资确实十分诱人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已经很久没站过4个小时了，更别谈还需要演唱。如今我还能每晚在酒吧驻唱1小时，也是老板为了感谢我之前为酒吧带来5年不菲的收益。我紧攥合同，回忆着我们那7年的点点滴滴，直到安心月的工作室直播推送过来。安心月正在机场取行李，出口处围着不少慕名而来的粉丝索要签名。恍惚间，我看见了云城国际机场6个大字，我的心瞬间漏跳了一拍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他来了我的城市。我一直盯着直播，直到他转进了地下停车场，对着屏幕打了声招呼。我有些私人事情需要处理，各位粉丝宝宝们先下播了。看着屏幕里那张一颦一笑事情需要处理，各位粉丝宝宝们先下播了。看着屏幕里那张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虚的脸，我的眼角不自觉的湿润。我像往常一般晚上整理仪容仪表去了酒吧。第2天风平浪静，手机里除了2通未接来电什么也没有。妈妈按照往常般来医院给我送饭。这5年爸爸妈妈的鬓角斑白了许多，妈妈也是个时髦的人，看见了热搜还询问了我2句，听说你之前的女朋友来云城了。我强装镇定淡淡的了一声，别过头去，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眼中的失落。记得每一次进重症的那一夜，我都格外怀念我们的以前，就差一步我们就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。晚上8点，我照例去了酒吧，妈妈一直将我送到门口。今天输液之后，血压监测有些异常，医生叮嘱我千万要注意身体。2手搁臂，我的额头已经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手机倏儿响起，接通后，电话那头传来安心月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你人呢？庆功宴都快开场了。”我轻叹一口气回应：“我没有答应你，我在酒吧驻唱呢，先不和你说了。”安心月被我气笑，立马回怼：“你在那个破酒吧唱首歌才几个钱，来我这有多少钱？这笔账算不明白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病傻了？”台下的听众一直在起哄，让我唱一首。无题，我没有再回复，匆忙挂断了电话。这首歌是我和安心月毕业后2周年纪念日那晚为他创作的，字字句句记录着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美好，唱出了我要和他一生一世的决心。想到当初词曲创作时，我们俩省吃俭用租住在15平米的小阁楼上，日子虽然不富足，但是我们很幸福。我创作了整整半个月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。安心月每天下班后买菜做饭，也陪在我身边熬夜，只因我说过一句：“你在我身边，是我所有的灵感来源。”半个月里，前奏我就修了8个版本，词韵我反复推敲，想把我们的美好和听过这首歌的所有人分享。分开之后，我已经5年没有再唱过这首歌了。每前奏响起，我就忍不住心跳加快，热泪盈眶。这一次，我强忍着心头涌起的阵阵不适，声音颤抖。过往的回忆如一帧帧电影在脑海中循环播放，我将对安心月的思念之情全部融入这首歌。唱到高潮时，眼角不自觉地滚下了一行热泪。最后一次和声高潮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推门而入的安心月。安心月正在原地听完了后半首，冲上台将我拉到了一旁。我的视线变得有些模糊，竟有些看不起他今日的五官，但是他的话语我却听得真切。今日怎么会唱这首？看我因为我唱的这首歌深深拧起的眉，我就知道他此刻内心的煎熬。他的电话不停地响，都被他按掉了。我逆见了上面的备注，是安心月的白月光。安心月见我低着头不回答，逐渐变得白月光。安心月见我低着头不回答，逐渐变得急躁起来。我看见了他微微泛红的眼眶。你说话啊，你不是说不爱我了吗？为什么还会唱我们的情歌？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我？我像是一个被人戳穿心事的小孩，强忍着心头翻涌的爱意。此刻的我比谁都想将安心月拥入怀中，可是我不能。我面色冷峻地回复道：“你想多了，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客人今天都想听，我就唱了。”安心月彻底破防。苏子明，你忘了你当初的承诺了吗？你说过不爱了之后再也不会唱这首歌了，你居然说这首歌没有意义。我原以为你只
至少还有一丁点良心。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这么薄情，亏我看你病了需要钱，我还想请你唱歌接济你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类。我的目光落在安心月的身上，今天的她穿着一身黑色丝绒连衣裙，头发高高盘起，脖颈处的钻石项链熠熠生辉，活像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。我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，却被安心月的保镖抓了起来。身后的喧哗和地上落寞的影子都不是我。今晚的我的心像是被浸入冰窖，滴滴入魂。我被直接抓到了庆功宴现场，耳边传来宾客们稀稀疏疏的议论，哪来的不入流的小歌手？你们看他那把破吉他得好多年了吧？安总的庆功宴怎么会邀请这种人？小点声，你们小心被安总听到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这5年，我因为剃光了头发，听过不少这样的议论。安总听到吃不了兜着走。这5年，我因为剃光了头发，听过不少这样的议论。每次我都选择低下头不作声，但是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有昔日的客人认出了我，子明，你又出来献唱了吗？很快大家都认出了我的身份，纷纷发出了疑问。原来他就是那个消失了5年的创作歌手啊！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这时，安心月的助理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跟前，和他一起的是他的白月光陈木泽。毕业那年，我陪着安心月一起搬家的时候，在他细心收藏的一本相册里见过年少时候的他。他左脸颊上的那颗痣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勾唇一笑，语气满是轻蔑。这就是拒绝新月的那个不入流的歌手。助理连连点头，就是他，没多大本事，心比天高。陈木泽冷哼2声说道：“像这样的人，活该混成这样。”这些年的谩骂声太多，我从不介意，但是他简短的一句话让我像是被架在油锅上烹饪。话音刚落，安心月换了套礼服，缓缓向我们走来。他笑意盎然地问道：“木泽哥，在和他聊什么呢？不是让你好好陪老同学们吗？和他有什么话好说？”陈木泽指了指我：“我听说这混小子跟你摆架子，我来提点提点他。”安心月笑得愈发肆意，顺势环上了陈木泽的胳膊。知道木泽哥宠我，陈木泽宠溺地戳了戳他的鼻尖，他们的眸中盛满了爱意，好似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。安心月见我正在原地，蹙眉不悦催促：“愣着干什么？不悦催促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台上啊！第一首就唱刚刚我听到的那首。”助理闻言，赶忙将我驱赶到台上。我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眼前模糊一片，连琴谱都看不真切。见我迟迟没有动作，安心月直接走到台前催促：“磨蹭什么呢？你当这是什么场合？赶紧的！”我摆摆手拒绝了他，点其他歌曲吧。那首我不想再唱。陈木泽见我们争执，快步走来讥讽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墨迹的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虽然拿钱办事，但我也有我的坚持。”安心月见我执意不肯，示意助理拿出了一张银行卡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我再给你追加30万，不够的话再给你加。我没说话，自顾自插着电源线。安心月见我不接茬，气得直接提裙冲到了我的身旁。你不是说这首歌没什么意义吗？那为什么刚刚在一堆外人面前都能唱，到我的庆功宴上唱就不行了？酒吧才给你多少钱？会所里瞬间变得十分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俩身上。头顶落下的聚光灯照得我眼前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将安心月递出来的卡推了回去。安总给的演出费已经够多了，不必再给。安心月咬牙切齿道：“既然够了，那就唱吧。”我没再犹豫，打起一杯威士忌，仰头灌了下去。酒精入喉，一直灼烧到胃部。我点头应允，既然安总想听，我就唱一首。安心月似是没想到既然安总想听，我就唱一首。安心月似是没想到我会答应得如此迅速，有些惊诧。你答应了？我抬眸对上安心月盛满疑惑的眸子，面色平静的了一声。安心月的脸色变得青一阵红一阵。我这人奖惩分明，你唱得好，结束还是会有红包奖励。我笑了笑，轻轻弯腰，多谢安总。没等他再说话，我直接回到了舞台上。前奏刚起，安心月似是想起什么，被激怒般气红了脸冲过来，一把抢过我的吉他，摔在了地上。你真是软骨头，让你唱你就唱，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，让你低个头比要你命还难。吉他已经跟了我10多年，强烈的撞击下，吉他被摔碎了一个角。我下意识地抱起破碎的吉他，扭头要走。不好意思，安总，惹你生气了，再次祝贺你得奖，我就先走了。谁料陈木泽一把将我拉住，狠狠地说：“砸了场子，想一走了之。”医生叮嘱过我的，并不能饮酒。酒精不断灼烧着我的胃部，疼痛蔓延至全身，手腕传来的痛意让我忍不住反抗。我挣扎着想要推开陈木泽，却被他直接甩了一巴掌。安心月的脸色变得铁青，语气冰冷，对着他吼道：“够了！”说完，他将卡甩在了我的脸上，拿着钱滚！我没有争辩，胃部阵阵翻涌，让我不能久留。我踉跄着走了几步，穿过人群，还没到门口，直直倒了下去。耳畔传来安心月惊慌的呼叫：“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出事！”眼皮似有千斤重，但是我的脑袋却还有意识。我听见安心月发了疯般大喊：“快叫救护车！快！”任凭陈木泽如何劝说安心月运血不适合去医院，安心月还是亲自送我去了。这么多年，他的习惯还是一样，喜欢栀子花味道的一切。一路上，他似乎贴我贴得很近，香水味混杂着关切，让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暖意。我就像是一个走到悬崖边上的人，遇到了冬日的暖阳。我舍不得昏睡，一直强撑到医院。我被送入急救室前，安心月拉着医生询问他到底是怎么了，怎么会走着走着就晕倒了。急救医生叹了口气回道：“5年前他经历了一场捐肾手术，术后并发症很严重，我都已经不记得他抢救多少回了。”什么捐肾手术？安心月激动不已，拉着急救医生不肯松手。医生指着身旁的我说：“具体的等他醒来问他吧，救人要紧。”进去前听见安心月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一定要救他，花多少钱都行。”不知昏迷了多久，我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和安心月出狱的那一天。作为新生代表发言的我，因为留下河西主任讨论事情，耽误了些时间。走到半路，遇到穿新鞋摔跤倒在花丛里的他。那天的他穿着一袭白色运动服，扎着马尾辫，怯懦地问我：“同学，请问能麻烦你帮我给舍友打个电话吗？”我的手机掉进熏井盖了。那天我将小腿留学的他
送去了医务室。听说他生活费不足，还自发的帮他想办法买了部新的手机，虽然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他却一口一个恩人的叫着我。自那之后，我们课余时间会约着一起去图书馆，也会一起去校外做公益活动。我和安心月都不属于被上天眷顾的孩子，财富都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。我们花了2年时间修完了3年的学分，终于在大3那一年腾出部分时间去校外兼职。安心月在便利店打工，经常会给我带临期的食品当夜宵。我对他的情感也在日常的相处中慢慢产生了变化。大3那年他的生日，我鼓起勇气买了玫瑰向他表白，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他拒绝了我。安心月告诉我说，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忘不掉的白月光，可我并没有放弃。在我的努力下，大4那年的情人节，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心意。那时我们就开始一起存钱。安心月说要有忧患意识，人吃五谷不可能不生病。我们除了基本的日常开销，将所有的收入都存了起来。像今天这般大气的发言，在我们恋爱的历程中是没有过的。做完手术后的3个小时，我被安心月轻轻地唤醒。醒来后看见他的黑眼圈都快要掉到脚后跟去了，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。窗外已经旭日东升，他整整陪了我一夜。鼻尖飘来淡的看着他。窗外已经旭日东升，他整整陪了我一夜。鼻尖飘来淡雅的清香，床头放着他买的一大束栀子花束。安心月见我缓缓睁开眼，满脸担忧地问道：“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些？”他这份温柔的模样和庆功宴上的那位熠熠生辉的女神判若两人。我不自觉地揉了揉眼眶，这一切好像一场梦。我张了张嘴，或许是因为昨天的劳累，我的嗓子有些干痒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主治医生推门走了进来，他面色沉重，走到我的床前指责：“从你生病的第1年，我就叮嘱过你，千万不能饮酒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次有多凶险？本来你的身体还能撑半年，现在最多4、5个月了。”我笑笑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反而是安心月哭了出来。她经历过等待，我想她应该是可以感同身受的。我想伸手安抚她，手却悬在了半空中。我有什么资格了？我只得说一句：别哭，为我这样的人不值得。这5年，我每天2点一线躺在病床上，早就已经习惯这一切了。我想过很多，心中的恐惧和痛苦早就已经消失殆尽。安心月一直追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安心月的3连问让医生只得连连叹气。这是我的秘密，我想带进棺材的秘密。医生叮嘱了几句，走后，安心月一直拉着我问事情的真相。我答应过安心月的妈妈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将这一切告诉她。我也不愿意告诉她。我了解安心月，要是她知道这一切，将会发了疯地，央求医生将她身体里那颗肾还给我。如今看着她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我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。安心月一连挂断了3通电话之后，我劝说她有事就赶紧去忙吧，我一个人没关系的。安心月蹙了蹙眉，留下一句：不要乱跑，我忙完就过来。我盯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久久挪不开眼睛。就在这时，当初那位富二代女友，我的同门师妹李南希推开了我的门。当年她答应陪我演戏，我十分感激。我们已经3年没有见过面了，但我知道我妈妈和她一直有联系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，我妈妈觉得李南希是真心实意关心我的。在很多次她情绪绷不住的时候，都会给李南希发语音。我听见过1、2次，我有些诧异地问她什么时候回国的。李南希快步走到我的床前问我：你还有空打趣我？你没看见热搜吗？什么热搜？我满脸疑问。李南希将手机递给我，一则安心月设计师疑似恋情曝光的热搜映入眼帘。我点开视频，是那天庆功宴的现场。视频里清晰地记录着安心月是如何拿钱侮辱我的，直到我晕倒。视频戛然而止。对我晕倒后，安心月的关心只字不提。视频发布短短40分钟，评论已经9999加，评论区满是对安心月的指责。原来人美心善只是营造。是对安心月的指责，原来人美心善只是营造的人设，背地里原来是这样的心狠手辣。这小歌手看起来不是消失了5年的那位原创歌手吗？怎么和安心月有交集了？安设计师曾经跟我们说，10年内专心事业不谈对象。那个一旁穿的西装革履帮他的不是对象是什么？脱粉了。一瞬间，我和安心月被网友们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安心月1小时内脱粉20多万，大家纷纷指责他成名了本性就暴露了，开始欺负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了。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，连同我沉寂已久的粉丝群都变得热闹起来，粉丝们纷纷给我发来私信，我的手机屏幕一直在闪烁。苏哥别怕，有我们保护你，这次一定要让安心月出来道歉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以前我们都觉得他平日里去乡村福利院送温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现在看来都是假的。你放心，我们现在就去拉人营造声势。看着我消失5年，粉丝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，我很感动。但是非黑白，终究是要有个定论。我立马解释，视频是有后续的。安设计师后面亲自将我送去了医院救治。我这5年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，大家不要误会安设计师。最开始解释的时候，有粉丝质疑我是不是被安心月公关了，直到我发出安心月送我来医院的视频，大家说会帮着我去网络上告诉大家真相。期间，安心月也用助理的手机医院的视频，大家说会帮着我去网络上告诉大家真相。期间，安心月也用助理的手机给我打过1通电话，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说了声谢谢这2个字。我知道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如我所料，安心月深陷舆论的漩涡，晚上也不可能有时间来医院，但我还是期待了1晚上。李南希看出来了我的心不在焉，陪着我说了1晚上的话。他跟我分享了这3年在国外的趣事，我也从他的口中知道，他这次回国是为了我。我的妈妈告诉他，我被医生下了最后通牒，他去找主治医师聊了很久，医生已经尽心尽力为我想办法了。
等不到合适的肾源，我的结局只有一个。我安抚他，人固有一死，我已经看淡了。可是李南希却告诉我，对任何事情都要抱有期待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明天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李南希并没有追问我，第二天一早便给我打来了早饭和一套新的衣服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这么好的衣服了，一时之间我竟有些愣神。李南希却打趣道，不是多贵的衣服，难得出门，总得打扮一番吧。我想到那天去安心月的庆功宴上穿着的还是3、5年前的破旧牛仔套装，顿时有些过意不去。如今的我确实没有站在安心月身旁的匹配身份了。临走前，电话再次响起，安心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小贝不在了。小贝是安心月从路边捡回来的一只流浪猫，我和他一起养过3年。我听见他的抽泣声，赶忙安慰，别太伤心，他的心脏病，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不是嘛。小贝被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花了不少钱救治他，他的右腿是瘸的，有先天性的心脏供血不足，兽医说过他的寿命可能不如一只正常的猫。这几年，安心月经常会通过微博晒小贝的照片，看见小贝过得好，我也很安慰。他说希望我能和他一起亲手给小贝安葬，我二话没说答应了他。正好我也要去一趟墓地，我和李南希一起抵达墓地的时候，看见了全副武装的安心月正在为小贝选购墓地，他一直死死捧着面前的盒子，我的眼角也有些湿润。小贝算是我和安心月共同的孩子，他的突然离世，我也很伤心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安心月因为过年回不回老家的事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小贝懂事的将头埋在了我怀抱里，好似在跟我说，让着妈妈一点，可以吗？它是一只很懂事的狸花猫。安心月看见我身旁的李南希之后，眼中盛满了愤怒，他二话没说，冲到我的跟前，指着李南希问，这就是当年你找的富二代是吗？安心月上下打量着我，嗤笑2声，一直以为你们早就分开了，你过得很不好，没想到一切都是装给我看的。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我今天的装扮加起来过万，一看就是李南希花钱给我买的。李南希知道我和安心月所有的故事，见我被他奚落，花钱给我买的。李南希知道我和安心月所有的故事，见我被他奚落，立马出声回怼，请你说话注意态度。安心月被彻底激怒，态度？想要我什么态度？你这个小三也配跟我说话？安心月的声音很大，一时间接待室里所有人都侧目看向我。你以为他真的对你好吗？真的对你好，还会让你病得这么严重，还要去驻唱吗？你真是没有脑子。安心月说的义愤填膺，像是有些想要点醒我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公共场合不要再说了。可是安心月却不依不饶，你怕什么？一个出轨男，一个小三，敢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还不让我说了？我的心被他刺耳的话语深深刺痛，我想拉着李南希走，却被他拦下。李南希笑笑走到安心月的跟前，一字一句道，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这么对自己的恩人说话，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吗？你不知道你的命是谁救的吗？安心月一脸惶恐地看向我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安心月并不知道，我知道他当年肾病一事。没等他再开口，我直接拉着李南希离开了，任凭追出来如何敲打我的车窗，我也没有再回头。和5年前一样，我再一次丢下他离开了。车后追着的安心月一直在呼喊，但我却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，一路上我都在沉默着。李南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一直在和我道歉，可是他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跟他说我想出院了，李南希二话没说，点头答应，我去帮你办手续，你先回家休息吧。这5年，我和妈妈一直住在李南希的房子里，她出国在外也住不到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聘请妈妈做她的居家保姆，每个月会给我妈妈一笔生活费，说是工资，其实我知道她给的完全高于市场价。李南希将我送回了家，回到家后，妈妈给我做了一顿清爽的晚餐。我一直刷着微博，微博上还是有不少人在指责安心月，我想她这么能干的人，会妥善处理好这一切。晚饭后，我坐在客厅里和妈妈聊了许多，我告诉妈妈，我想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也许这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后的时光了。妈妈哭了很久没有说话，但是我知道她一直以来都尊重我的想法。妈妈给李南希打了通视频电话，李南希听说我的计划之后，说要陪着我一起。起初我是拒绝的，但是李南希执意要陪我，说我当下的身体状况，一个人去大家都不放心，我拗不过他，只好同意。我们买好了5天后离开的机票，离开前我预约了拍照片。这5年，妈妈为了我操碎了心，两鬓斑白，我想和她拍一组写真。如果我等不到合适的肾源，这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给妈妈最后的回忆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，给李南希也写了一封，还有一封是写给安心月的。这一觉我睡得很香，睡前我看见关于安心月的热搜已经被撤掉了，梦里我又回到了安心月答应做我女朋友的那一晚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做我女朋友的那一晚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回忆之一。我睡到第2天中午才起床，中午我去酒吧向老板辞行，老板知道我的身体状况，也没有再留，只是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。我去了一趟墓地，找到了小贝的墓，我给他买了最喜欢吃的火腿肠。安心月给小贝选的那一排风景很好，我买下了隔壁空着的那个。我想死后如果能和小贝做邻居也是极好的。我还给自己选好了殡葬服务，用我刚刚结回来的工资，我去趟市场买了很多妈妈爱吃的菜。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我很珍惜现在的日子。直到外卖小哥敲响了我的门铃，小哥给我送了一束栀子花和一个礼物盒，盒子里面是小贝最喜欢玩的那个鲨鱼玩偶，已经被洗得泛白了，里面还有安心月亲笔写的话，这是你当初送给小贝的，现在他不在了，物归原主。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，距离我离开还有4天，我想最后再见一面安心月。我给他的助理打了通电话，新月告诉我这几天都不在云城，可我说我可以去见他一面。安心月听出了我的异样，给我发了个海城的定位。我起得很早，穿戴整齐，背起吉他去
驱赶了高铁。到酒店的时候，安心月刚刚结束工作，见到我之后，他直截了当询问：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进去坐在沙发上给他弹奏无题曲毕。我们两人都落了泪。我笑着对安心月给他弹奏无题曲毕。我们两人都落了泪。我笑着对安心月说：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唱这首歌了，希望你能遇到真正对自己好的人。和和美美的这一别，我没有再回头，安心月也没有留我。我知道李南希一路上都在跟着我，所以出来之后我直接上了他打的车。李南希替我擦干了泪，有些心疼的对我说：你看，事到如今你还是放不下他，真正深爱过的人又怎么会轻易放下呢？刚到高铁站，安心月再次被人送上了热搜。我刚刚去酒店被人拍下了照片，有粉丝扒出来安心月今天在海城有活动，有人推测出我就是安心月在领奖时说的那位负心汉。没想到苏子明居然和安心月在一起过，原来安心月那位见钱眼开的前任就是他，怪不得苏子明消失了4年，原来是跟富二代跑了。心疼安大设计师被渣男狠狠伤过，看见渣男病了还要花钱请他唱歌，赞助他钱给他治病。没到10分钟，有人扒出了李南希的身份，说他拿了世界级外科圣手的称号也没有用，连基本的道德素养也没有。如果他们单说我是不在乎的，可他们不能说李南希。从头到尾李南希都一直在帮我。我有些生气的在粉丝群里回怼，李南希拦住了我，你不要操心这些，一切交给我。安心月在5分钟后更新了一条微博，他承认了和我之前的恋情，也说聚散终有时，希望大家不要抨击我，我已经是个摇摇欲坠的病人了。一时间舆论倒戈，我成了刀板上的鱼肉。我并没有澄清和反驳，我相信李南希的能力。3个小时的高铁往返，我也有些疲惫，一不小心睡着了。在等我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。我再一次晕了过去。李南希将我5年前动过手术的事情公布了出来。苏子明一直以来都从未背叛过他和安心月的感情，他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术后的并发症，他不想成为安心月的拖累。当我曾经做过的一切被公布出来时，安心月疯了，他发了疯的想要见我，却被李南希派来的保镖拦下了。当然，我也不愿意再见安心月了。我躺在床上刷着微博，安心月发了一条微博，称一切真相他也是刚刚才知晓，是他成为了我的拖累。视频里的他哭得声泪俱下，我有些心疼，可我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的微博下面10万加的留言，这5年你辛苦了，我们感谢你为安设计师付出的一切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这么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运气的，我们会帮你呼吁，一定会有希望。这些我都不在乎了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按照计划和李南希一起出去旅行了。我和李南希说我想去看海，他便带我去了蓝色港湾。我们午后在海边小屋晒太阳，晚上在海边追蓝眼泪。李南希每天都会给我拍照，我们建了3个人的小群，妈妈每天都会说我气色好了不少，确实得感叹大自然。怀孕8周的孕检报告递给了公证员，他优雅地伸出胳膊准备配合护士进行抽血。就在此时，我拿起了话筒，我微笑着对为首的那位白发苍苍的首席医生说：李院长，在进行 DNA 样本采集之前，为了确保一切流程的严谨性，也为了让关心这件事的大网友们放心，能不能请您先用这台从德国空运过来的全球最先进的便携式 B 超仪，当着全球观众的面为吴女士腹中的胎儿确认一下准确的孕周，也让大家提前看看我们宝宝可爱的影像。吴翩翩脸上的笑容唰的一下凝固了，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，变得比墙壁还要惨白。她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。抽血可以作假，但 B 超影像在亿万观众的眼皮子底下怎么作假？他想阻止，想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想找借口逃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在所有媒体的注视下，在李院长不容置疑的专业眼神下，他被半强制的请到了检查床边。在亿万观众的注视下，冰凉的 B 超探头划过了他平坦的小腹。会场中央的巨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一片空荡荡的影像，没有孕囊，没有胎心，什么都没有。首席医生李院长面无表情地拿下了探头，他走到台前，面对着他起身紧紧抱住了我，哭了起来。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，别哭，我在。安心月哽咽着重复着，别走，陪陪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了他。一连3天我都留在医院里陪他。安心月每天要和我说很多遍对不起，我每次都笑着和他说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3天后，医生欣喜地告诉我说有了合适的肾源，需要我立即去做配型。很幸运，配型很成功，如果身体各项指标正常，2天后可以进舱准备手术。进舱前，我将3封信送了出去，我不能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出来，但是看着面前的妈妈安心月、李南希，我感觉此生无憾。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，手术的成功率只有25%。我却笑了笑回应，有1%的希望，我都得试试。再有意识，就是我的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哭泣声，我的灵魂飘到了空中，我没有从移植手术中活下来。安心月抱着我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的妈妈已经哭晕在李南希的怀抱里。手术的前1夜，我告诉李南希，我为自己买了墓地，安排好了后事。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妈妈。李南希告诉我，她会替我照顾好我的妈妈。我很想伸手安慰他们，可我再也做不到了。我看着李南希他们将我安葬在小贝的墓地旁，还给我买了很多栀子花。我的灵魂变得透明，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一切的纠葛也会随着时间飘散吧。我想下一辈子我一定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全文完。